真的有害朋友就是分手。你害人家分手？对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。有一个帅哥是真的还不错，而且180公分，然后体格也好，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汉子茶就会觉得反正大家都朋友，然后我就躺在男生脚上。那个是第一次见面的男生，就是那个180公分的。过不久就是跟朋友吃饭就说。哎，小玉，你那天真的很醉，你记得那个有一个男生，你就一直抱着他吗？是那个男人有女朋友。我说哈，可是因为我不知道，然后我是不知者无罪吧？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，我就说傻眼，这也太严重，好不值得，外面说好不值得。各位爱喝茶的朋友们，茶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，从绿茶、咖啡茶到现在有最新出产的汉子茶。你个人最喜欢喝哪一种？啊，只要是茶我都爱。我在讲真正的茶，但是对于这种绿茶这种，我们就是会很 care 的。现在绿茶已经有一点 out 了 ，out fashion。现在就是比较那个高级的，时代尖端的应该是汉子茶。AKA 我是你兄弟，我是兄弟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的关系呢？可是你可以稍微分辨，就是解释一下绿茶婊跟汉子茶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绿茶婊呢，可能是在姐妹之间跟女性的这种争斗，对，会用一些小小的不好的撇步。而汉子茶呢，就是理直气壮跟你说，我跟你的男朋友就是兄弟。所以讲起来的话，汉子茶的那个杀伤力略胜一筹，对不对？你说表的程度，表的程度略胜一筹，深入的程度更胜一筹。而且他们都是，你知道，因为以前早年我们那个年代，因为毕竟我是上个世纪的人，我们那个年代的汉子茶通常都是干妹嘛。对，哎呦，干来干去，你知道干来干去干什么呢？送礼自用两相宜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备胎啊，对呀，但现在谁要那干来干去，那是上个世纪的说法了。所以你们都是被汉子茶陷害过的人吗？哎呦，没错，今天在我们的左方呢，这边就是觉得说，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女生跟男生是兄弟一场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。你自己是不是绿茶婊？我不是。我不是啊，老师你自己是一种茶类吧？那就是我是乌龙茶，那就是我是冻顶乌龙茶，特浓的，你是普洱茶，老师你是冻顶的吧？普洱茶太臭了，我不爱。对，普洱现在好的没有味道。I know， 没关系。我最主要是因为身边，你知道我身边这么多女性朋友，这么多受害者，身为妇女之友，你知道就是会看不惯，哎呦，看不下去。对呀，你可不可以一眼就看出他是汉子茶还是绿茶婊？基本上看得出来。好，对面。老师对，我必须得说一下汉子茶这种东西，如果你看过去第一眼，它长得真的是一条汉子，那它真的就是汉子茶，它对你是没有攻击性，无悬念。像我们这种有什么好有攻击性的？雨瑶姐先不用帮自己打预防针。所以像我们我们5个人里面，除了球球之外，我是不太了解。不要欺负我们新来宾。我是真的觉得有可能。其他我是可以说真的是真可是你看一下球球，他腿上的淤青，哎呦，他应该是有在玩摔跤之类的。没有，他可能就是你知道常假跌倒啊，还是什么？这是真的跌倒，真的跌倒。服啊。哎呦，所以球球欢迎你。球球，你是汉子茶吗？我只有听过绿茶，但没有听过。那你有没有干哥？说真的没有。哎呦，干爹。那你有没有把你的男性友人称作说兄弟？也没有哎。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跟男生 hang out， 不喜欢跟女生在一起？有，还好。你什么都没有的吗？球球，你现在如果心情不好，你会打电话给你的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？完了。哦。第一通应该是女生，应该。然后女生就是没有办法陪我，就会打给男生。来了，天哪！你身边有可以陪你的男性友人？你说可以陪我的男性友人？对，心情不好的时候陪你，就可以聊天谈心的。然后那个男性友人是没有女朋友的？没有，有女朋友就不会联络。但有时候汉子茶的行为举止不单就是感情之间，还有很多方面。来了，不小心啊，专业就真的会不小心啊。专家请说。那你曾经做过不小心是一个的？很烂的借口。没有，像比方说 Sabrina，你一定可以同意我。就比如说先拉，我们很常运动。但是我有问题，请问一下小优在那儿干嘛？你是说他是纯汉子，但没有茶类在里面吗？我跟很多人也是，而且我跟他讲，我的助理就是男生。
就是我可以跟他很好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小优这种可是最危险的。汉子茶也要是漂亮的吗？不一定，就是因为我跟你好像buddy，然后女朋友也觉得说你跟小优 OK 啦，没关系，因为你们是好朋友。你知道对，他们就今天 re 稿说，那对面有谁啊？说有小优。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主题不是汉子茶吗？不是，又不是要聊绿茶婊。我又不是绿茶婊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比较有可能。就是会往这个方向走啊！不会，但我觉得小优应该是很容易跟男生称兄道弟。我也觉得，而且反而刚刚那一题说什么，如果心情不好要打电话，我会打给男生。哎，你看，我看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是感情的问题，那我问男生最准啊。男生的，比如说那个男生为什么不理我？我当然是问男生朋友啊。比如说如果我跟书豪很好，我就会打给你。为什么要再说？你为什么不打给夏河西？而且你为什么不要跳过我？没有，我是说男生朋友。你也可以打个明春老师。对呀。明春老师，我说我会。可是你也有一堆女性好友啊。可是我觉得女生朋友就只会骂我，或说啊你这样很笨。可是如果男生他就会跟我讲说你那一招错，你应该怎样？男生会针对我的策略。对。可是会不会分析久了之后，两个人又产生一点点小情愫？暧昧。那可能就是因为我的魅力吧。其实因为我跟 Sabrina 很爱运动啊，谢谢你，真的，我们把视线交给我，超级爱运动的。然后有时候男生不是很常就会去就说，就是有在聊天会说自己女朋友说最近是不是有点发福啊，还是要减肥啊，该运动啊，对身体好啊，是不是就有这类的话题？那我们的立场就会说，对啊。我觉得多少要运动一下，对身体会比较好。然后女生可能当时就也不知道拿什么借口跟理由，就说真的好累，而且真的没有时间晚上下班回家就那个食欲真的是控制不了，就是要发泄啊。我就是一直以来好算了，我们明天再开始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想说，真的要多运动，真的你知道时间拉长了以后，你如果这样一直吃什么，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健康方面的东西。然后女生在私下就开始讲说，她什么意思？她就是要在我男朋友面前说我很不健康，很不爱运动，我很懒，我每天回家就只知道要吃跟睡觉。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真的很讨厌。为什么？汉子茶。比如说我老公如果嫌我说 baby 你要不要动一下，我就说明天我今天想看剧。然后如果突然冒出一个那个你这样的女生，然后说跟老公聊一起嘛，我们一起去健身房啊，你这样一直躺很不健康。我想说干你屁事。不是，可是你知道，跟我老公形成一个那个你知道安全网，对，然后我在外面，你被隔阂在外面，对我一靠近就啪弹走。那我觉得白目的是那种，比如说这个话题过了以后，他还要一直讲，那才真的白目。那他可能就有目的。但我如果觉得在当下，大家这个话题结束就结束，他也不针对你到底爱不爱运动，因为不干他的事，就算了嘛，那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还是要分辨一下。像我们就是不会去追，因为你运不运动不关我们的事，因为身材好是我们的事。但是另一半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要跟我男朋友讲那么多？对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刘书宏倒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汉子茶。我还是相信纯友谊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朋友？很多啊，非常多。对啊，很多。然后从来没有不小心就牵个手或是亲个嘴？不行这样子啦，不行啊。那你喜欢女汉子吗？为什么？不行，很虚，没有人要对。而且还拉一只莫名其妙的不行啊，干嘛？里面有什么啊？没，就是之前一定有，所以才会吓人。一定有，耳朵都红了啦。我之前有是不是有喝醉不小心喝酒喝醉喝醉我姑且原谅你。有一次啦。来，我们慢慢讲。OK， 好，就是这个女生她在那个时候也是单身。对，她单身，然后她也跟我那个时候暧昧的对象也很好，所以她们算是好姐妹这样子。所以不行，天哪！没有，然后所以听你讲完。对，所以在那个时期的时候，她都会出去我们的约会，或者是不管是饭局啊，去唱歌什么，然后她都会在。那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暧昧对象，他好像玩心比较重，所以我觉得也不适合我，所以他那个时候都会在旁边说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对象。如果你有要交女朋友的话，姐妹她都这样讲。这样没有，他是讲说类似讲说我们两个的个性会不太适合，帮你分析。对，这我会气死。但是我跟这个女生的友谊是真的有到达1-2年啊，因为我年纪比她大嘛，所以我算是她的哥哥，所以我第一个干哥哥，我心情不好，
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想说，哎，你在哪？然后就是会出去聊天，然后或者是为什么心情不好会找他？因为是格啊，没有，是因为不是，他都会知道我全部的秘密。为什么不会跟他讲？就是你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对象好像不是很适合我，就是谈心的过程中会比较多。可是如果是这样选的话，为什么你不是选那个跟你聊得来的，对啊，而是选那个他的姐妹暧昧的那个？是先认识他的那个好姐妹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之后才认识到这个女生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这样的关系其实还蛮好，就大概1到2年。然后就是有一次，对，就是来了，来了，他叫我哥哥。好表哦，哥，那你叫他什么？美眉，我叫他名字的后面的那2个字啊。是叠字吗？没有不是，比如说慧文这样比如，说西地啊，对，然后哥哥，然后就是因为我刚好那一阵子也算是低潮，然后也心情不太好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喝多要送他走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有进电梯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你自己行为也不对，你喝多还要送人家走，没有逼卡，要逼卡他才可以去楼下，然后我还在帮他逼。没有去一个朋友的家，所以那个也不是我的家。哦，所以我那一次就想说，好送他去。朋友的家让你去逼那个卡，来了。朋友的家你去逼那个卡，就是主人在屋内，然后因为他叫送他出去，对，然后因为他的那个我朋友家旁边是那种大马路边，然后我也觉得很危险，这样，是，然后就是一进电梯，我也很感谢他，是说他这2年他帮我很多。这2年帮什么？你一进电梯想到这2年的感触，没有，就是分享我的工作压力呀，然后还有我感情的状态啊。酒后比较感性一点。对，然后我就说谢谢你，然后就跟他抱一个，就是抱一个，谢谢你，这样抱一下，谢谢你。什么仪式？你说你是一个喝醉状态说谢谢你，超奇怪的。然后就有抱完，然后结果那一天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隔了1个月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去美国玩，然后我一回台湾，就有我们的共同朋友来跟我讲说，哎，书豪，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。我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，你的妹妹，你的妹妹，他就讲那个女生说，有妹跟他讲说，那一天你在电梯里面有跟他抱一下 kiss。哈？你刚刚这时候抱哎？对啊。他说我那一天在电梯里面，然后有跟他亲，他改变了那个故事，他加了，对，然后有自己没有，其实他有没有说错，我其实也忘记。我觉得一定有，女生这个不太会做，对啊，不会去诬赖你这个。对，所以因为这个事件就是特别去掉了他有他的说法，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感谢他是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有讲说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喜欢你，所以他这2年他都是无私的陪伴。很明显吧？很明显啊，谁会？就是一般人才不会想去听你讲那些废话。对面是有小流氓在现场吗？因为像如果我一个男生朋友，我跟他就是根本就不是说有喜欢什么，我根本就不会想听他这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工作很不顺，我觉得很烦。我想说，关我屁事啊！不要浪费我时间。对，没有，是因为这2年的相处，因为太近了，所以就很像是家人，所以他去跟我的朋友讲说，我们有接吻这样子，然后我其实当下就是有吓到，我说这个绝对不可能。那你不是找对也有词吗？怀疑啊，不是吗？都喝醉了。我自己有怀疑是没错，但是我很惊讶的是，他为什么不来跟我讲这件事情？他要去跟另外一个朋友讲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会觉得是比较不舒服的。我觉得你想要确认我们当天有没有接吻这件事情，你应该要来问我。可是你也不记得啊。对啊，你不是说来抱一个？所以跟你讲好像有点尴尬。我可以陪他一起那个厘清啊。去调监视器。调监视器。找管理员吗？对啊，那个也太调监视器。那后来你跟他的关系变怎么样？没联络。那因为那一吻就没联络了。那原来那女朋友嘞？受伤了，他一定超那原级伤来那个女生呢？女朋友？你说跟我姐妹暧昧那个。对。天哪！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了，所以
都没有。天哪！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场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，只要加入会员的话，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。只是还有机会而已，还有机会而已。反正就有可能。边呢有列出几项汉子茶的专属行为，比如说第一项是假装不懂女生的行为。你说女生吗？对，女生假装不懂女生的行为，好像她不是女生一样。哦，你们有深受其害吗？关于这一点？我之前就是有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打扮就是比较休闲的那一种啊，然后就可能跟我们出去就不化妆，然后穿个大 T 恤啊、牛仔裤、拖鞋。可是他其实脸是漂亮的哦。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去吃饭嘛，然后那个我男朋友那时候就来接我，当时的男朋友。他接完我之后呢，他当天他就从我的脸书看到我男朋友的留言，他就加我男朋友的脸书。哎呦！就当天看到他加他，然后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，是隔天，然后隔几天之后，我那男朋友就说：“哎，你那个聚餐上的某一个朋友来加他，就说来加我。”哎，我说那加你干嘛？他说：“哦，没有，他就跟我聊天啊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要跟你聊天？”他说：“哦，聊说哪一家餐厅很好吃，下一次你也可以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去吃。”好奇怪。对，然后还有就说：“哎，那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吗？”为什么？对呀，那他就会给他乱聊，就是想要跟他装熟。哎呦！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有玩什么游戏？那我们下一次可以一起组队。然后呢，哎，你有没有 line 什么的？而且对话都没有提到你吗？说跟慧文一起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在玩游戏啊，所以他完全略过我。他就是第一天看到你男友，然后莫名其妙加他，然后就跟他聊天。之前可能就是有就是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这样子，就知道我男朋友是谁，可是他没有见过他。当时那个是算不错，就是干净型。我刚刚也在想，要么很帅，要么很有钱。没有一定要有骑机车而已，对，骑机车就是斯文的，但就可能是他的菜怎么样，他就偷偷的私下加，然后加了之后我就很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蛮不行。我就觉得是绿茶婊，这个不是汉子茶呀。可是因为他的打扮就是很，他没有，通常是这样子，比较不修边幅，对他就是伤害性很低，就像很露的那种。就像有些人说，有一些在现在市面上江湖上有些男生会装 gay 接近女生。哦，对，有，我遇过。同理也有女生装 T 接近男生。像我就有个朋友，他妹妹就是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妹妹当时他妹妹会带他女朋友一起出来，介绍大家认识，所以我们就认定说啊，他是你知道，我们真的是 buddy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，其实都没有什么戒心，而且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连那个妹妹我们也是从小看到大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戒心。那我们其中有个朋友，他当时呢，就是因为跟他女朋友就是有一点状况，那大家吃饭的时候总是会拿出来聊啊，听听大家给他什么意见啊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妹妹就会以女生的角度，刚刚讲的女生的角度说啊，女生应该在想什么。虽然我那时候也都存疑，想说你认真知道，就是你应该不知道吧？这样，对，你知道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去垦丁玩，大家一起出去玩，然后那一次呢，那个妹妹的女朋友也有来哦，但是他们就是在旅途当中两个人吵架，吵一吵之后，那个女朋友就负气了回台北。那有一天呢，就是只剩我们那个朋友，就是跟他女朋友有点状况的那个男生，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，只剩他们两个人在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什么？这个妹妹。她就是一直来弄这个男生，就是有点像在玩，一直就是跟他玩啊，就会打他，对，很主动，超主动的，一直就弄他。但一开始男生也没有什么戒心，想说啊，就妹妹，就给他弄，就妹妹啊，对，而且他是 T 不是吗？就没什么想那么多，他是直接坐上去哎，他就是这样玩，就是类似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。老师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你根本就是想要做这个。对，我只是并没有重点，我只是示范。老师，不是。老师，你是汉子茶，假装讲故事，真情流出红。茶，对，茶里有的啦。我们听不下去了，老师。抓了。不是，重点来了。你根本没有要讲故事。老师，重点错了，后面重点结束了。你从节目开始。打那个小主意，要骑到他的腿上，打了多久？没有，他一直在说什么时候看到他？对，我要
的来了，他那个妹妹坐上去的时候，他竟然按手机打给那个女朋友。谁？那个妹妹还按不小心按到吧？他说他不小心啊。然后他说他不小心，他就让前面那个，哎呀，那你干嘛那些，就是他一秒变，你知道变柔弱女子的那一段，他是打电话给那个男生的女朋友。哦，你说怪不怪？可这就是纯婊了吧？这个不是还对啊，就是小婊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他的外表就是很，就是你都没有你是不会察觉的啊，而且他事情是这样子，他可能穿大 T 恤什么那一类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当然，而且平常都是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都是这种巴黎，以为他喜欢女生，哎呦，他有女朋友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妹妹有女朋友啊，她是真的都有女朋友，那会不会他真的就只是想太多了嘞？没有他就说他已经看上他很久了啊？什么？他其实就是类似，就是说，还是说他都可以？对，他都可以，只是因为我们的认知以为他没有都可以。哦，你懂吗？所以才会，我跟你讲，就我说我现在重点来了，就是他说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大家要小心，有各种。这种是阴阳茶的，真的。阴阳茶，冷热交替了，乱码2机了。冷热茶，这个汉子他做的行为很多，你看，对，你看还有什么贬低其他女性啊，最爱跟男性有人有肢体接触，男性面前装柔弱，还硬说自己可以，嫉妒心强。小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遇过觉得最生气？像是刚刚他们说，就是如果比如说遇到感情问题，或者是自己心情上有问题，会找异性聊的这件事情，我就遇过。就是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然后我们有共同朋友是一个男生，那我们会大家一起聚会。那时候那个男生其实很明显对我有好感。然后我那女生朋友也知道，她也看得出来那个男生可能要追我，他就会一直这样子，那我教你啊，我知道小友是怎么样啊，哎呦，就是兄弟啊，我帮你啊这种。然后就过几次之后，有一次他们不知道在别的场合遇到，他们就喝多了，然后又一样把戏，就是他又在那边说啊，你现在追小友追的怎么样？你可以跟我讲，没关系啊，就是分享啊，你不开心或什么也可以讲。对。后来喝多了就睡了。然后我就去开房间，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强而有力的故事。好快哦！就是你咳嗽咳到一半，吃过了，做完了。你至少给我咳2声好不好？开房间来，是真的，因为可是你对那男生有意思吗？我当下其实没有，但就因为认识没有很久，我是无所谓。但为什么我会知道？我觉得也很厉害。这个女生她后来自己跟我讲。他就突然跟我说，他是炫耀说，我不理解他的心态，但他就是说，其实上次我遇到那个男生，然后我们不小心开房间了，然后我还想说，小，你要等一个节奏，你不能在吸气的时候又爆出这种事情，太给掉不小心开房间，不小心接吻也一样啊，就是然后我就说然后呢，他就说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觉得那男生还是人蛮好的。你这个是真的遇到汉子茶真的是汉子茶，这很猛这很猛，而且我后来是2个我都不想联络，因为我觉得这2个人都好帅哦，真的。那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境剧哦，比如说大家朋友出去吃游戏吗？对，就大家朋友出去吃，我演妈妈吗？都可以。那你演干姐姐。那我演什么？没有，就大家出去吃饭结束之后，我们是不是拿那个账单来，然后就会开始说，现在10个人，然后1个人是多少钱这样子。那如果就是大家都钱丢出来之后，同桌就是有一对情侣，他们就是怎么样掏钱都，好像差一点不够或什么，你可不可以先借我，然后身上大家也都没钱，那边撸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跳出来说没关系，我先刷卡，你们之后再算给我？我会，会很烦，难这样子，很尴尬，而且有时候是店家要打烊，他们就是要结算，你在这样弄5分钟10分钟，每一桌这样其实对他们是困扰。那我就很常会扮演那个，没关系，我先刷，你们之后再看怎么样，来配给我现金都好。结果我的女生朋友就说，我私下就开始讲说，他在干嘛？刘雨柔在干嘛？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？为什么每次都在男生面前装的好像他一副他很懂，就是
这种礼仪，然后这还好吧？就是说例如怎么样，他有钱都要他先刷。你的好他了不起朋友这样讲你，对，然后因为男生回家有对我的朋友，女性的朋友就是有那种 murmur， 就回家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就是像雨柔一样，就是对，先付就不用在现场为什么要那边尴尬？我们就可以。我们也可以先刷，你那边计较这些什么谁付少付2块什么。他们可能就有这些争执，因为像我们，比如说你除不尽，你就想说算了，那就一人500吧。你说你不可能跟人家说500朋友的，对。对不对？你不可能，你就想要算了。可是有些女生她可能就会计较，她们有争执之后，她们反过回来会想说，那些汉子茶女生是不是故意要做这些行为让我们吵架？那我们就很衰啊，因为我们也只是为了大家方便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想法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汉子茶还有一种很不被尊重的情况，因为像我跟我朋友出门，像有一次我们出国，然后去国外，大家是不是就是吃嘛、喝嘛、买嘛，大家都想要尽情的玩。可是因为本身就是除了个性汉子茶之外，可能外表长得也像汉子茶，就他们可能就觉得，都是女生，那你是女生里面就是体格最好的，所以每个人都会说，你帮我拿一下，你先帮我弄一下什么，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就什么都跟你有关。然后明明大家都在买东西，我也买我的东西，我还要拿他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就说我也拿不动，我好像是小奴隶这样，然后帮我找东西。没有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他就会跟你说，我真的拿不动，就是好累哦，脚好酸啊什么的。然后我说真的，我可以为了朋友，就是在逛街一整天1个下午，我2只手扛到这边全部都是袋子，我都没有跟他们说没关系。然后可是到最后他们还会说什么你为什么拿不了？就是他们还对你会有抱怨啊，就说为什么你是顿饭？对呀，你到后面你真的受不了，你会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找个咖啡厅坐一下，还是什么？就是至少让我休息一下。他们说，我们难得出国，我们那个时间是很赶的，我们这样休息一下，我们后面如果店家关了怎么办？人家跟这种讨厌鬼做朋友，对啊，问题对，然后反而我会这样被念，然后到最后我就当然火山会爆发，就是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就真的不小心脱口，我就说我真的从来跟男生出去都没有这些问题，为什么就你们这么麻烦？什么问题这么多？那又开始他们私下的小圈就说，他以为他谁啊？什么叫他跟男生出去？是我们很多问题吗？他帮个忙不行吗？那这群朋友应该立刻断交了吧？不适合你的朋友，就是你不会朋友讲出这种话也很怪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朋友之间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们会没有分寸。对，比方说我们觉得真的会，我们就算在台湾好了，我们就算在台湾，然后可能我有开车。那大家坐我的车一起去出游，我觉得 OK。我甚至出发前沿路去接大家上车，都 OK。我也是，因为我觉得方便就好。对，我提早几个小时出门，我觉得都 OK。但是这些人好像心里都不会觉得你很辛苦。然后他们就是沿路上就是说，我要去哪？我要停这里。我要上厕所。我要买什么？就是他直接把你当成 Uber，而且还不会感谢。他不会，因为他觉得应该的。对，他就是说应该的。Sabrina也被气过。我跟你讲，我超常这样，因为就是你知道会开车的女生可能在台北市真的比较少，然后再加上我可能就是想说有些朋友少不少吗？很多会开的。我们都开车啊。可是你们会去接朋友吗？接朋友比较少了，接4、5个。你这个对，然后各个不同区你会去接。对，然后他们就是会直接当做理所当然，就说，不然 Sabrina 你们就是你载我回家什么，然后就变成说我当天我明明就是可能我住信义，然后集合地点在信义，可是我要到可能深山里面去载我朋友，然后我你朋友是猴子可能再更远，就他们真的是住深山，就我可能要开1个小时的那种车程，然后里面总共有4个人，所以我就是送了1个之后，我要再送下一个，可能我回到家已经过了3个小时，哇！然后重点是他们还没有，就是没有感谢就算了，就是也常常，比如说就是想说我有车，然后他们就会讲说，那不然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哪个地方，就是帮我拿个东西，然后再送到我家上。你先去拿什么再去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很忙我每天的行程超级多，然后。那你还会跟这种人出去吗？会。你现在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会先就是热情先做，可是就是可能我会观察，就是如果是他是真心感谢我，或是他平常真的就是有感激在心的话，我就会觉得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有一些是真的是没分寸，把你当做是真的是死心，我觉得要开始给他们一些界限，比如说就会说，去加油站的时候就会看一下大家，如果大家真的没有要出，我就自己加。所以我有些朋友就会说，
哎，要不要帮小优出一点油钱？像我们都会帮忙出钱，那我觉得真的不是每个都我发誓，我到现在为止开车带朋友出去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人主动说要我也帮忙是加油，完全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所以你们都开车了，他们还不帮忙出一次吗？都没有，都会帮忙没有，出再到台中再到高雄，从来没有人帮我出油钱。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。对啊而且你说你就会想说，哎，那他们会不会是等下会请喝饮料或干嘛的？对，请没有，回去。他吃饭照样跟你好气哦！他说家教不好，真的那个对，那是没礼貌。那他们在车上会选择说我要听什么歌，我要听什么歌，帮我会切。还说，哎，那你充电器不要充，我要充。哈然后哦，说那你导，因为充电器拔掉导航就断了嘛。对啊，他说怎么会这样？他说那你用手机放旁边导。对，我最气的就是你还会让副座还怎么会帮忙看导航？就是我要怎么样载你都没关系，那你副座好歹帮忙看导航。副驾的功能就是你要帮忙看对然后不能睡着了。我的副驾永远在打呼。然后你走车路还要怪你说，哎，你天哪你不是都有在开车吗？怎么还看？哎，那我朋友还好一点呢，这已经跟男女之间已经对，这家教有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但是真的汉子茶女生她不会给你计较这些，即便你不给加油钱，什么都无所谓。哎呦，真的汉子茶女生，我觉得选音乐很因为过分。假的汉子茶女生，我觉得选音乐很过分。对，因为因为要选也要选韩娱的最新单曲吧？哎呦，好来不可能没讲到吧？在5月1号有发行的，快录完了，赶快讲。我在5月1号有发行自己的个人单曲，然后一首是快歌叫做《蹦》，然后一首是慢歌叫做《女孩物语》。然后《蹦》呢，它是在讲说就是要勇敢做自己，对，就像我们就做自己，就是汉子茶，我们没有错，舒红很适合这首歌，勇敢做自己，对，跳脱世俗的眼光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讲。对，然后《女孩物语》呢，就是一首比较甜的一首歌，就是在讲少女恋爱的感觉。然后喜欢我的可以去支持一下，谢你那个谢。 MV 很精彩，那个蹦的那个 MV。你有看哦？我看到还去那个货柜嘛，然后又去跑到那个什么沙丘那边拍，对，在林口。很认真呢。所以你难怪膝盖膝盖对不对？为了拍 MV，我们都误会，太认真拍 MV，喝酒都误会了，喝酒撞的啦，来了，来告诉我们一个汉子茶的故事吧。肢体碰触吗？对，肢体接触吗？肢体接触我觉得真的还好哎，就是来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像跟男生出去喝酒，然后不是会玩游戏吗？有时候就是坐的比较近，可能就是不小心脚碰到脚，或者是手臂碰到手臂，对，就觉得这还好。可是有些听听看前辈的故事多夸张。我真的是真的有害朋友就是分手，你害人家分手，对，但我真的不是故意。那个状况就是因为那一天我是以一个喝醉的状况，然后我们就是去唱歌，然后我约来的朋友都说帮我约一些帅哥，因为我都失恋了，我需要一些就是帅哥小鲜肉啊，让这个局活络一些。对，同意吧？然后那个对，就是要这种局。然后朋友就也很识相，真的有一个帅哥是真的还不错，而且180公分，然后体格也好。然后我说太好，这就是好朋友该做的事。然后那一天有没有就是酒后3巡又放那种情歌，什么我会好好的，然后我就边听就失恋，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汉子茶就觉得反正大家都朋友，然后我就躺在男生脚上，那个是第一次见面的就是那个男生吗180公分的，然后呢他也就是这样好了不要难过了，也你趴在他大腿上，因为我就喝多了，我就想说难过，因为我失恋嘛，我在那边哭这样子，然后还安慰我，然后我就很难过，那你陪我唱小酒窝，然后我手牵手唱小酒窝，然后在那边唱歌，然后就整个想说好啦，我那天就是心情有恢复一点，就觉得那个失恋的痛苦有少一点这样，就过不久就是跟朋友吃饭就说。小雨，你那天真的很醉，你记得那个有个男生，你就一直抱着他吗？我说我记得啊，现在男生真的还不错对，因为我就想说，这个姻缘应该还蛮快乐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其实那个男人有女朋友。我说可是因为我不知道，然后我是不知者无罪吧。然后我想说，你们找来，对啊，你们找一个小鲜肉来，我就是跟他当好朋友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因为就是我们有发一些限动什么，有拍到，你就跟他手牵手唱小酒窝。他女朋友就跟他分手，我就说傻眼，这也太严重，好不值得，外面说好不值得，太大声了，好不值得。小优是你人生的最巅峰了，你居然可以害人家分手，对啊，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，你有这个能力，我是要真的
超抱歉的，你有这样的魅力耶。对，然后我还去密那个男生，就说对不起这样子，然后他还说没关系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好像才刚在一起。你不是密他说分手了就考虑我吧？没有，就是我们汉子茶没有真的要抢他，是真的那时候失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清醒之后不是觉得他还不错吗？是不错，可是如果我真的知道他有女朋友，我不会这样。但是我遇过假汉子茶，真的假汉子茶，假的假的汉子茶，他假装就是假的，就是很像看起来像我们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完全没有警戒心的。然后就是你知道，比如说我们要过马路，如果你是情侣，你一定是走在一起嘛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有遇过那种我的汉子茶朋友，他就是不知道在过马路的时候在想什么东西，反正他就是已经落了我们一大截。然后正常人是不是就跟上来就好了？对，他不是。当时我跟我男朋友走在前面，你知道那种去勾那个男生吗？不是，说你借我，他是那种他是你男友是吗？他是我男友，然后我就在旁边走路嘛，他就从后面这样走过来说：“你们也走太快了吧？”啊，这样勾我男朋友哎。啊，你在哪？我在旁边啊。被推开。这是绿茶婊，绿茶婊，这绿茶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可是他平常就是跟我们完全是一样的。他完全不觉得 man 的外形，对，一模一样哦，兄弟那样一模一样。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车上什么的，男生在前面嘛，他是直接可以从后座这样跨过去，这样勾在男生那个就是这个地方。哎那是绿茶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他勾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，他是那种就是故意这样勾。他说你帮我那个什么就是你知道很 man 的那一种。哦，汉子，就是真的是那种汉子。可是你就会你在旁边看到，你就想说为什么就很不爽？他对我的男性一直有一些肢体的触碰，而且蛮明显的。苏红女生这样子是什么行为？你会把他甩开吗？舒服的。她应该是真的想嗨，对不对？嗨感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就是像好朋友那样的互动，就是好。对啊，我觉得有时候所以如果一个女生这样子跑过来，然后说等我啦，说好了就勾着你，然后一起过马路，你会说我有女朋友，你不要这样。舒红他绝对不会。他不会。绝对不会啊！他会说谢谢你这15秒的照顾。他会说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走太慢了，牵你了，就把它放起来。对呀。别人是名声老师，甚至被汉子茶羞辱。就是我有个朋友，他女友跟他的那个好闺蜜，他们就是像刚刚雨柔讲这样，他们其实常常会3个人一起出去。3人游。但是因为其中，我的朋友跟他女朋友其实感情一直常常有问题。那这个女生就是有时候是闺蜜跟女生说你应该要怎么样，有时候她是跟男生讲说你应该要怎么样。你问我就知道她是我的好朋友。事实上，那个闺蜜其实也喜欢我这个朋友，那她就是一直想着要能够无缝接轨、递补上去的那一种。哎呦，对，她一直在期待这一刻。甚至她也曾经说过，跟这个男生说，或许我们也可以先试着交朋友看看。也许我们更适合啊，类似是这一些。好坏。对，那我这个男生朋友跟他女友就是一直，你知道就状况不太好。然后我男生朋友跟我讲说啊，怎么办？他真的很想知道到底他要分手还是不要分手，他想跟他一个了断这样。我说那不然你去跟他聊一聊。他就说好。那他决定那一天呢，就是要去买一个那个要排队的千层蛋糕，然后要去找那个女生。我说哦，好啊好啊，我就开车送你去这样子。我们就去买东西的过程当中。她的那个闺蜜，就那个另外那个女生，一直打电话给她，一直打，然后想说干嘛？她就按了扩音，说怎么样，什么事？她说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想去找你，你在干嘛？她就说哦，我们现在要去找他女朋友，因为要去跟他聊一聊。她说不用聊了啦，你们一定分手，不要再聊了，浪费时间。你知道类似就是这个时候，他就是很好，对，劝分手。然后因为他不是开扩音吗？我在开车，我就说你不要闹了，人家还没有真的分手，你让人家好好聊一聊，你干嘛就是。这个时候你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，因为我其实是知道他在干嘛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戳破他。他就说，可是我在你家附近嘞，我待会就要去你家，他去那个男生家。我就说你不要闹了，你做你的事，你看你要干嘛，你干嘛？他就说，哎呀，不管啦，那这样好了，反正管理员都认识我先进上去，我叫阿姨帮我开门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真的去士林送了蛋糕，聊一聊，我把她送回家。那女的真的在她家等她。然后我就上去，因为我们就是要一起吃饭，我就上去我说，你真的在这里？他说对啊，你真的很久我等超久了。你不是开名车吗？怎么那么慢？什么烂车啊？然后就开始我说，而且因为什么烂脸，老人就是不保养，尤其像你不是那种。搞错了。很突然呢，很突然，超突然的。他现在是不是因为知道你要戳破他？开车这么慢，你这个烂脸，
没有，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在戳破他，所以呢，我那一天就是很不爽，跟他说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没有在保养？你才那是什么烂脸？哎呦，用烂脸互相攻击。你烂脸，我烂脸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最近用了什么面膜，你知道，我就一秒变闺蜜，有没有？因为我太不爽了，就是一方面想要缓和那个气氛，是，我就说我最近有一个面膜还不错，你有没有看？你想不想试试看？因为你的那个妆都不贴，你要不要也试试看？我用了这个面膜之后呢，妆也贴了，然后你好意思说我烂脸？你先敷完之后再说。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面膜。哇，好离奇的故事，急转直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81酵母紧致面膜，然后我也把妆卸掉，我第一次在节目中卸妆，皮肤很好吗？人生入行以来第一次卸妆，皮肤很好哎，怎么可能被骂烂脸？所以平常要保养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81酵母紧致面膜？就是因为它里面呢有51% 的2列酵母，那2列酵母跟这个我们的益生菌是相同的感觉，所以让我们肌肤的稳定性变得更好。另外还有30% 的水克菲尔酵母，这种2种酵母加起来81呢，就可以让你跟老态说拜拜。比较特别，因为它里面是一个液态乳霜的感觉。以前我们看那个面膜不都是里面是透明精华液，凝稠很多水水的。那现在这种比较新款的面膜，它里面是乳霜的质地，液态的乳霜，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肤，它可以温和代谢一些老废的角质，让你肌肤的稳定性更好。那我刚刚不是把妆卸掉了吗？对。先来看一下我现在的保湿度如何，还有弹力度，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里面有弹力度测试，有，弹性的测试，弹性的测试。来，各位，保湿，我现在已经53了哦，53很高哎，很高，弹力61，很高，但是好还要更好，还能更好。我先打开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它里面的面膜纸是用椰子水发酵而成的，所以它的这么酷，所以它的面膜纸是可以100%天然的分解。然后它很薄很薄，先让大家看一下，一般面膜不都2层吗？它有3层，我给大家看。3层，还有3层，太酷了吧！哇塞，第一层，哇，这一层是做什么的？是不是？其实它的3层的前后都是为了要包住面膜，因为面膜非常非常薄。它的面膜是生物纤维的面膜，以前大家用过生物纤维的面膜都是厚的，对，都是你敷了它会慢慢变薄。现在这一款的生物面膜，它只有0.2公分，就是2咪咪的薄度。接下来我再让大家看一下第2层，你看薄到真的好薄好薄，你看第2层里面才是它的面膜。我先让大家敷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好透，你看它这么薄，看起来好服帖哦，它很薄很薄，感觉很舒服哎，很舒服。而且一般敷面膜，其实大家最担心是会滴滴答答，对，但这一款完全不会。而且老师，我是觉得它有点果冻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果冻状。然后刚刚我光说不练不是真本事，我都卸了妆，就是要敷给大家看。赶快敷啦！然后这个耳朵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把上面的东西，然后稍微再整理一下，哎呦喂呀，好透哦，而且真的不会滴东西下来。对，你看它超贴的，真的，而且它很薄很薄，像润饼哦。那你要看起来很可口，你知道吗？另外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我刚刚讲它是果冻感，以及它可以这个载体会让我们的精华可以放大40倍。哇！那另外还有一个，我刚不是说品牌迷思吗？对，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只用专柜品牌的保养品。我现在就是没有品牌迷思，因为它里面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双酵母之外，它还有一个是专柜等级的保养成分，是普拉斯链，这个都是顶级的专柜品牌才用的成分。但这片面膜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，哇！所以它让我们在保养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就是真的是。你知道我承认就是有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不错哦，这个台湾牌子没败哦 ，Estée 哦，有过我这一关哦，这样子。那平常在家里就是敷10分钟左右。那最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录影，所以我就快速的把它拿下来。最重要的是啊，一般我们在敷面膜敷完之后，你不是都会水，然后它并没有，它不是那种黏的或水滴到脖子那一种，所以它就不需要再洗脸是吗？其实敷面膜都不用再洗脸，就是稍微这样子拍轻拍。然后我刚不是在这个位置吗？我再做一次。你刚刚已经很高了，感觉是吃到你的。刚刚好50几吧53，我再做弹力60。
61，差了1，要小计较一下。现在保水是74，台币74，你才敷那一下我才敷一下子而已。很厉害哎。根本不到5分钟哎。对，对，很多面膜它没有办法稳定你的肤质，是因为面膜纸的关系。那因为这是生物纤维的面膜，所以它相对来讲，对我们像我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肌肤，我就很害怕。你知道很多人保养品擦得不好，把自己脸弄烂。那我就是每一个关键我都是有把关，帮大家把关。所以这款81酵母紧致面膜分享给大家。哎呦，那你跟老说拜拜。哎呦，怎么办？这个汉子茶今天聊来聊去，它有一点模棱两可。今天对汉子茶的一个行为，应该就是有小优获得吧？因为把人家哭到分手，对呀。躺在男生大腿上，哎，我那个是我的不知者，不行，小优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